养任何植物和花卉都有一些小窍门，比如酸水能让龟背竹开背叶子绿。那么养多肉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呢？比如能让多肉植物根系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壮？答案是有的，以前花花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些小妙招可能就是一些噱头，所以都没介绍给大家。最近认识了一位朋友，10几年的多肉大棚经验，和他探讨了一番后，再结合他的方法，亲测有效，所以我觉得这些小妙招是可以用，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出来。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花花干啥啥不行，养多肉第2名。今天介绍能让多肉根系越来越发达的2样好东西，大家把小本本准备好，开始记录吧。1. 柳枝水，多肉焦点状根水，根系越来越健壮。想要多肉蹭蹭长，首先就得根系旺。如果多肉的根系比较弱，或是腐烂了，那整个植株肯定也会是蔫巴巴的，所以壮根是养多肉中的基本。而柳枝水中含有水杨酸，有生根的功效，就有壮根的效果。不过用柳条水来浇多肉，尽量不要使用原液，最好按照1:5的比例对水来稀释才可以，否则酸度过大，有可能会对根系造成伤害。柳枝水的做法是，可以用一个矿泉水瓶，里面装些柳树枝，最好把它剪成2-3厘米的小段，加满水之后放在太阳下发酵，这样就能做成发酵好的柳条水了。它的水分是水杨酸，对于大部分的喜酸性的植物来说非常好。大多数的多肉植物也是喜欢微酸性的土壤和酸性的水，但是多肉植物中的仙人掌类的植物大多是喜欢碱性的土壤，所以用柳条水来浇的时候，尽量避开仙人掌、仙人球、仙人柱、令箭荷花、昙花等等，否则会导致它们的土壤吸收营养不良。在夏天扦插其他植物的时候，可以用柳条水来浸泡，枝条浸泡半小时左右，再去扦插，可以大大的提高成活率。在植物的生长期，用柳条水来浇花也是不错的，但是在植物的休眠期，比如在夏天多肉植物都处于休眠的状态，还是尽量不要浇这些水了，防止气温高，从而发酵形成烂根。2. 阿司匹林药片。阿司匹林对于多肉植株是有着极佳促进长势的作用，原因就是因为在药片之中也是含有水杨酸的成分，这些营养物质在被多肉植株吸收以后，就能够很好的促进它的根茎变得更加的强健，使发黄的叶片重新焕发生机，将其完美的补救回来。做法是，首先我们需要用上1大盆清水，然后把药片给研磨成粉末，记住越细越小越好用，然后将粉末全部倒进清水之中，使劲摇晃，让阿司匹林迅速溶解，大概比例为1:1000就差不多。除此之外，胡萝卜水以及过期奶粉等对多肉上色有帮助的说法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所以不确定的不要乱试，否则后果很可怕。另外，现在处于冬季，冬季本来就是多肉上色比较困难的季节，而想让多肉在冬季也上色，并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就能够保证多肉茎叶上色，养出高颜值。第1点，营造出适合的环境，让多肉处于生长状态。温度是低是高，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但温度直接会影响着多肉的状态，所以若想要多肉植物不会在低温弱光的环境下陷入休眠状态，通常是需要保证其所处的环境维持在10度以上。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自然环境的温度，并非能够人为调控，所以即使能够促使多肉植物进入生长状态，但也不能够轻易的将其搬到自然环境中，因为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从而导致多肉植物更快速的走向伤亡。除此之外，种植多肉植物使用的土壤和其根部紧密相关，一旦土质恶化，往往会导致多肉植物直接挂掉，因此需要一直采用疏松透气肥沃的营养土来种植多肉，确保多肉不会因为烂根问题而相继死亡，只留空盆。第2点，补足光照。上文就已经提到了，我们可以人为调控环境，避免多肉休眠，停止生长，但无法改变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温度和光照的强度紧密相关，成正比的趋势。所以温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光照的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而光照不足，往往会导致多肉叶子无法正常的维持光合作用，合成多种色素，
同时又可能会导致茎干徒长、叶子稀疏，进一步拉低盆栽整体的观赏价值。一般自然环境温度持续低于5度时，就需要人为的补充光照，确保多肉植物每天能够沐浴6至8个小时的光照，帮助多肉植物在充足的光照下尽快的上色。每一片叶子都与众不同，被染上5颜6色的糖果色，越发美艳，具备观赏价值。而且多肉的美观性讲究对称性，所以在给予光照的同时，又需要保证茎叶均衡受光。第3点，人为制造昼夜温差。适宜的环境和充足的光照，可以保证多肉植物正常代谢发育。在温差适宜的情况下，光合作用合成的色素才会以花青素为主，促使多肉的颜色更加丰富艳丽。通常昼夜温差维持在5至10度之间，并且保证白天的温度略高于夜间，这样多肉叶子才能够尽快上色，在人为创造的自然和非自然环境中变得越来越美。总结，养多肉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现在看来，想要养好就有点复杂了。这不仅需要我们的耐心，还需要有一种学习的精神。上面的这些方法需要相互配合着使用，我们才能养出美丽的多肉，让你的大普货变得不普通。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养多肉你还有什么疑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欢迎指摘影片中的错误意见以及疏漏。花花制作视频不容易，觉得有用点个赞，并多多帮花花转发，这对花花很重要。感谢观看，感谢粉丝一直的喜欢和包容，我们下期见。